今天终于要来开箱这些全部的手机壳了。聊天我爹，那上次呢，你有看我们影片的话，我们有去三创还有光华商场，那买了一大堆东西，那包含手机的配件啊、iPhone 的配件、苹果手表的配件。那其实除了那一天当下购买呢，很多牌子我事后又有在看到。今天总共要开箱的东西加起来，应该有破10万块台币吧？那我希望这样的影片可以让大家多一些手机壳的这一些资料可以参考。那大家也希望我去开箱一些我先前可能没有开箱过的品牌，或是我没有开箱过的品项。那我们今天就一并来开箱给大家看吧。哇，这么多，真的不知道要从哪个先开始。好，那我就先抓一个比较少，就是我可能只有买1、2个这种牌子。那第一个这个叫做 iFace， 那这个我当初看到也是觉得说它的这个形状是还蛮奇怪。那我现在好像有听说过这个牌子在日本算是蛮有名的。那这个虽然可能不是我平常自己会去使用或购买的东西，可是搞不好我开过之后会改变我的想法。好。这个好像是一个金龟子的这种，然后它的手握感是把旁边这边做的比较细，下面这边跟上面的地方也是做圆弧形的感觉，就手机装上去看看。然后里面有个 iFace 的贴纸在里面，那这个是韩国做的。好，看看它的按钮。按钮质感不错哦。OK， 那整体的话，它就做这种圆弧的设计啦，就是整个的手感都是非常的。其实这个手抓起来还蛮好的。虽然说这样的形状，我不知道一般人来说放口袋的感觉怎么样。其实也 OK， 那它让整个 iPhone 这种比较锐利的线条变成比较圆弧的这种，不管是视觉上或是握感上面。都改变了不少。那你可以看它下面的地方，其实喇叭孔还有上面的地方，它其实增加了高度不少。可以看它里面的厚度有多少。然后你在侧面的按钮的地方，因为它这边是做一个凸起来的弧度，所以你看到它的按钮的部分也加深了不少。那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感觉还不错。我看它有没有 MagSafe？ 对，这个是没有 MagSafe 的。好，但是你要无线充电还是没有问题啦。你放上去，它的厚度还是可以让你无线充电。大家看一下，还是可以充电，只是它没有办法吸在你的 MagSafe 的车架上，或是 MagSafe 的充电器上。好，那下一部分我们来开箱，我看一下。OK， 这个牌子是我那天看到觉得还蛮特别的。Grandmas 是不是 ？Grandmas Colors 这个我当初会去想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场在三创那边有一个 sample， 然后它的手感非常好，打开看看。它们其实也有不同的颜色啦。那我有买了，我那天在三创买的是灰色，那后来也找到它的绿色还有黑色的版本，等一下去给大家看一下。OK， 那这一款它的外形就是像我们一般可能很多人喜欢那种 Rimowa 的行李箱啊，或者现在很流行那种硬壳行李箱，可能走这种设计概念。然后它手机壳是分2层，就是有一个内层软壳，然后外层比较稍微硬一点的壳。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呢？你看它里面这边其实有一个防磁的贴片，那就是它在这个2层分开的时候，内层可以让你放一个信用卡在那边，去坐车或者是去付款应该都是没有问题吧？装上去看看，应该是直接装就可以吧？对啊，这个装上去的手感真的就蛮好的，然后我个人觉得也是蛮好看的啦，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外形怎么样？然后按钮的质感，也是非常好按。其实有时候因为我刚刚有讲嘛 ，iPhone 的现在直线的这个设计线条，其实现在这种圆弧的壳就会增加它的手握感。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如果你今天信用卡一定是要拿出来，就在不拆掉整个手机的情况下，然后一样可以去取出你的信用卡。那这个我是还蛮喜欢的。然后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黑色的。还有一个墨绿色的，这个我也觉得蛮好看的。好，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看看 OtterBox。那这个是美国很有名的牌子，那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系列。那我们就先来开这个 Symmetry Plus。那这个它也是有 MagSafe。那我们来选个颜色开，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颜色。我们来开一下这个蓝绿色的版本好了。OK， 那 OtterBox 它其实就是很有名在它的防摔啦。那它一开始是做那种非常厚重的那种防摔壳。那在美国那种社会来讲，就是很多人可能平常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啊，或者他们的一种习惯就是喜欢手机壳要很粗勇的，所以他们是以那种可能防水啊、很防摔的这种壳起家。它的手机壳一定会有一个基本的品质在。那他们也是跟苹果有做他们独家的合作，所以你在苹果商店也可以看到一些独家在苹果商店贩卖的 OtterBox 的商品。那这一款叫做 Symmetry Plus， 然后它是有 MagSafe 的。那基本上还是整个算是一个壳，不是那种分2个壳或3个壳装上去的。应该说它的厚重感就是还是有一点，因为他们的诉求就是很防摔嘛。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壳的话，你应该就是不用担心会去摔到它，它基本军规防摔，或者说超越军规防摔都一定有。按钮对，也是一贯 OtterBox 的感觉，反正他们的按钮的手感都是非常好，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说真的，我觉得他们这个手感摸起来算蛮舒服。然后一个 logo 在旁边 OtterBox， 那也因为他们跟苹果有这个直接的合作嘛，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新壳上面，他们的开孔啊，这些准确度，还有这些盖到相机头的这个隆起的高度，他们可能在比较早就可能。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些产品就全部都有很符合规格的壳推出来。我们看看它这个透明的质感怎么样。这一个也是 Symmetry Plus， 可是它是透明的。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我觉得蛮好看的。它背后塑胶的手感是好的。OK， 大家看一下。MagSafe 的磁力算是还不错，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来开 OtterBox 的 Defender XT 好了。这边有4个不同的颜色，这边有这个双色的蓝色，然后有一个这种边框是淡紫色的透明，那这个配今年紫色应该蛮好看。然后后面你可以看到 MagSafe 的磁圈，那这边有个边框是黑色的，然后背板是透明的，那这边有个全黑的，就我开个紫色的好了。这个紫色的哇，这个感觉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粗勇的壳。那这个里面内部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有在一个透明的材质，在这个边框的地方，所以这是分开的。这个外框是可以拆下来，上面这个外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手机先放进去，然后再放这个外框。装的过程可能稍微繁琐一点，可是你装上去后，它保护性就会很好。我就从旁边这边慢慢去拨开它的这个边条，把它塞进去。这个呢，我觉得绝对不是给那种要常常拆装壳的人用，而且很多人都是买一个壳就不会再去拆它了。哦，装好了，这个手感真的是非常的扎实。这个是 OtterBox 的 Defender XT， 然后它在外面这个细胶的地方，这个外层的地方，它是非常防滑的材质，所以我觉得做成这样双层装进去的设计也是算非常合理，因为它就是要有非常好的这种防滑感、握感还有保护性。厚度其实是还好，厚度其实跟一般壳没有什么差距然后看看它 MagSafe 的磁性。算 OK， 因为我觉得 OtterBox 它毕竟是一个跟苹果有认证的这个品牌，所以我觉得它连这个 MagSafe 的地方，它可能都是照苹果所规定的磁性去来做，所以它也不会到超级强，就是跟苹果原厂壳差不多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家人很常摔手机，然后也不会常换手机壳的话，那我觉得就这样一个壳装上去，然后确保它非常的安全。那是 OK， 然后握感也很好。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开箱一些我平常可能自己不会用的这些手机壳。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不会用，不代表它不好，就只是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可能跟他们的产品设计的出发点不一样。但可能很多观众其实是会用这种壳，或是也正在寻找这种壳。那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开箱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大家看。好，那下一个我们来换一个不一样的牌子，我们来换个表带好了。那我们这边有很多 UAG 新推出的表带，那我们就先从一个最粗犷的款式这一款开箱给大家看。这个我觉得应该配 Apple Watch Ultra， 非常的粗一条，我们装上去看看。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要 Apple Watch Ultra 才比较撑得起来，质感做得非常好。然后你要调整，你就这样拉一下，然后可以调整。哇，这个怎么看起来这样戴上去变成 Apple Watch Ultra 变成蛮小一只？所以它是很像苹果手表那种运动表带的那种弹性，材质也非常像，可它做的比较粗，所以在整个你戴上去的这种左右晃动的稳定感会更好。好，那下一个它是算是细胶，可它是抗菌细胶的材质，所以是那种超滑的。那我现在有讲过嘛，苹果的表带我比较喜欢戴它的佛胶，或是苹果用的细胶，就是说如果很多副厂的表带。那是用细胶，然后可是细胶的材质水准又不好的话，我就不喜欢，因为它可能会黏皮肤啊，会过敏什么等等。那这个呢，他们是用抗菌的细胶。那这个先进苹果妹有用一个他们的手机壳，也是用这种抗菌细胶。那它也是用了非常久，然后它的质感也是非常的滑顺，非常的好。所以，那就让我有点改观说，这种抗菌细胶其实是用起来手感啊，还有它的这个亲肤感是非常好。还有一个这个蓝色的双色孔。这个蛮好看的，这样黑的配 Apple Watch Ultra 蛮好看的，因为旁边这个橘色，我觉得跟黑配起来就蛮跳的，蛮 UAG 的这个色调。然后它这边在扣环这个
表带要塞进去的地方，它这边的矽胶是有做一个弧度，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所以让你塞进去的时候，它跟一般我们所理解的表带这种扣环表带就不一样，而且它有这些洞洞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我很喜欢这种有透气孔、有洞洞的表带，这样洗完手的时候它干的速度会很快，然后也不会积水在里面，不错。好，那下一个也是布的表带，这边有一个，这个应该算是有点灰色、灰绿，然后跟一个棕色。再来看棕色的好，这种材质，然后还有2个这种圈圈，这可能比较像那种登山表带，你知道吗？就很像苹果手表的那个登山表带的这种感觉。这个我就先不扣上去，因为这个比较难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怎么样，蛮好看的。好，我快一点，我就先不每一只都戴上去。UAG 的 logo 在这边。下一款它也是这种抗菌矽胶的材质，这边有2个不一样的颜色。那我想看橘色的这一款啊，然后它的里面的地方有做一些这种纹路，可能也是帮助透气跟排水吧。摔到我的手表，这一款就比较纤细一点的感觉。感觉起来就比较，我觉得应该就很适合一般的苹果手表，就是不是 Ultra， 可是 Ultra 也可以啊，因为其实苹果手表自己 Ultra 跟一般表带也是可以共用，可是也 OK 啦 ，OK。那他们再来那个 Ukulation 也有出一些给比较小一点的苹果表带可以用，那个部分我就不套上 Ultra 去，因为看起来应该会超怪的。我觉得它的质感也是看起来蛮好的，这一些全不同的颜色，这一款我们来开一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好看，它上面有一些细微的洞洞。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可能有点像以前那种手机壳上面有一些点点，就是它不会太黏着皮肤，你知道吗？另一款就是比较这种透色系列的。它有一个粉红跟一个这种茶色系。好了，我刚刚都开比较茶色系，我开粉红的好了。对啊，你看，我觉得它真的设计的，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子。你看，它连这款透色款，它在内部的地方都还是会有一些洞洞在那边，那外部的地方就是整个平滑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不要太黏皮肤。那下一个我们来开箱什么牌子呢？下一个我们来开箱 Nomad 好了，很多人在问，我上次去三创的时候，然后也是有经过他们的专柜，然后我有说我有带他们表带，现在就顺便来开箱，因为我连它的手机壳这些全部都有。OK， 那我们就先从手机壳开始。那先从这个皮款的开始，这个是我上支影片或最近影片有在测试的这一款。那是不是还有其他颜色我不知道，我目前看到就是这2款。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看这一款的话，就是一般的这种皮色嘛。那这个的皮色其实它的侧面的地方是用矽胶，是软质的。那它是在中间这边接到皮的时候，它是2层的这种方式。那一开始我看到它这种2层的方式，其实是觉得说，为什么不整个用皮的？可是我在用了之后，就是发现它这种做法啦，它其实手感还是非常好。这款可是我可能本来看到，如果我只是亲自去看，没有实际使用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应该不会常用，不会喜欢。外表看起来我不会很想用它，可是其实用起来之后，我却常用它。那这款也是 MagSafe 在里面。那这个皮是我再去用脚架的时候去刮到，就可以看一下这一款。那有人说像马卡龙的颜色。或许是吧。那如果它这样旁边用矽胶，然后这边用皮，会不会你久了之后，这个皮开始上色之后，可能会有点色差？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会有。那我是觉得还 OK， 还可以接受啊。那这个就看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那另外一款的话，它就是这种比较深棕色的皮。这款它的旁边矽胶就是做黑色，好处就是你不会有这种皮开始染色，然后跟旁边矽胶会有色差的这个问题出来。那坏处就是它本身就是2个颜色，手握感是非常舒服的。看你喜不喜欢2个不同色层的设计，看自己。好，那再来他们另外一款是做那种薄薄一层。我当初也是觉得说，其实有人会对这样的壳有兴趣。OK， 你看它其实就是非常薄一层。那这种壳当然说你要说它防摔是绝对不可能，它上面也不会说它是防摔。我觉得就是顶多就是防刮，可是它就是蛮好看的，你知道吗？就是装上去之后，它就是非常。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基本的保护，要接近裸机的手感，或许就是这一类的壳。那这就看你自己觉得好看。然后它按钮的地方就是直接做开孔，它就不是在做一个键上，它就是直接打开这个孔，让你去按它。那其实它做的厚度又会保护到按键，所以你这样平常又不会去敲到。可是当然就是说，它本身就也不是多防摔的情况下，你就自己好好去思考一下，如果你要用这类的壳。那还有一款是比较深色，这款我就觉得可能给深色的手机可以使用它，白的看起来就会怪怪的，就有点灰灰。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紫色或是黑色，我觉得配这款深色就蛮适合。好，那另外的话有这一款它是这种
后面做这种亮面的设计，边框的感觉跟刚那款皮的又不一样。这款里面还是有 MagSafe， 这款我也算喜欢哦，我也觉得用起来手感是很好。那虽然它也是做这种双色黑跟这个背板颜色有这样的差异的设计，可是就是因为它在手上很舒服，所以变成我也会常想去用它。可是就亮面的东西，就是有灰尘什么，就会比较清楚的看到。按钮的地方呢，它有做差异化，做这种铝合金的按钮。好，那再来一款就是他们可能算是最防摔的一个款式嘛，这一款。然后它就整个做的最粗勇、最粗壮。那这一款我也是意外蛮喜欢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它好像做的比较粗壮，你就觉得说它手感好像会不好，而其实反而在你握的时候，握感更扎实，或者说更不容易滑手，所以这种有时候我反而蛮喜欢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视角有做稍微隆起，所以变成说你在摆的时候，它其实不会去压到它的按钮。然后在背后的地方呢，镜头的地方，这个四周这4个角也是有做隆起，所以你摆在桌上的时候，它就不会有任何跷跷板的现象，因为它视角都是凸起来。可是它又很奇怪，它感觉起来又不会太厚，因为有一些做这样的壳，它感觉起来会很厚重。我自己也蛮推荐，我蛮喜欢的。然后颜色我自己也觉得不错。OK， 那好像有一个，现在有出一个橘色配你苹果手表橘色那个按钮的地方。然后 Nomad 那几款呢，它的 MagSafe 的实力算是，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苹果原厂的那个标准，所以没有太强，可是也不会太弱，就是大概原厂壳是怎么样，它大概就是怎么样。那下一个我们既然讲到 Nomad， 我们把它的表带也介绍给大家看一下。那它的表带，我手上是这个Sports Band，OK， 那这一款就不是它最粗，它有3种嘛。就这种佛胶的表带，它有3种，细、中跟粗，我就这样去分它。那我这个是中间的那一块，那我觉得就是最适合。我现在有2个灰色跟蓝色，那我今天穿蓝色，我就戴蓝色。我觉得这个表带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那佛胶的好坏就是我刚刚有讲嘛，就是说它的手感、它的亲肤感是非常好。那它的坏处呢，就是它的重量会比较重一点。那这个在苹果原厂的也是一样。可是这款其实就是我会愿意去摘它，就是因为它的亲肤感非常好。然后它虽然没有做那种很多动工在上面，可你看它其实有做这种凹槽。那这个凹槽是在里面的地方也有 ，OK， 所以这样去保护你皮肤的时候，这些凹槽其实是也蛮透气，然后你洗手的时候也不会很多水卡在里面，就是蛮容易去清的。那戴起来的手感也是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表带是我非常推的一款。OK，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什么牌子？来看这个牌子啊，这个叫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念，大家可以纠正我。它是有 MagSafe 的。那我是买其中一款，因为这款我是完全，好像我真的完全不太知道这一款，所以我就先买一款试试看。它里面有一个小盒是什么？这是什么？哦，它有按钮，还好有打开，可以换掉旁边红色这个按钮，装上去看看，很扎实。我觉得按钮触感很好啊。哦，它也是4角有做这样凸起来，我们来看有没有跷跷板效应。一点点，非常少。OK， 所以它也是做这个4角尖尖有凸起来。那它好像有很多比较厚的或是比较薄的这些款式，我是选这一款。看起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它在 MagSafe 的这个词圈上面，就是放一些他们品牌的这些商标，一些特别的设计，所以让 MagSafe 显得不会太突兀。看一下它 MagSafe 的磁力。蛮强的，这个有点比较强，这款手感不错。它很多小的设计的这些细节，在它的边框这边。好，那下一个我们来再回到 OtterBox 好了，它这边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款，叫做 React， 它也没有 MagSafe，所以我们就挑一款来开吧。对，这个它的后面透明的地方里面就有做一些点点的材质，不会让它贴。这一款 React 超轻的，那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紫色边框的颜色，这一款非常非常轻，所以喜欢轻薄的壳或许可以考虑一下。那它也是一样有军规防摔啦。这款也可能是我一开始看到可能不会想用它，可是手感蛮好的，然后又非常轻，不错。可是没有 MagSafe， 我自己是一定会用 MagSafe， 因为我车上是用 MagSafe 去磁吸的，但是不代表你一定需要用 MagSafe。如果你想要 OtterBox 的这种感觉，然后这种质感轻巧又有保护的话，这一款 React 其实不错。哦，对，刚刚那个日本的牌有一个日本的牌叫做 Grama， 它有一款跟那个行李箱壳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它是一个透明的背板，据说它的磁力是超级强。它这边叫强磁透明保护壳，所以我很好奇它到底是多强。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用那个来试试看。我把它来拆开来。
上手手感圆圆的，是不错。装上去看看。那其实像这种透明壳啊，或者这种边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看个人。有人喜欢它比较黏，有人喜欢它比较防滑，那有人喜欢它很滑，所以这个就没有对错，反正就是看个人。那这一款是比较黏一点的，所以你要怕滑手的人，这一款就比较不用担心。按钮的手感适中，没有到超好，可是还不错，比苹果原厂的透明壳好。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它实力到底有多强。哦，这个蛮强，它就没有做就是中间这一条，对我而言是还好，反正我车上就是放了就好。然后平常其实 MagSafe 的充电也没有下面这一条，就看你的配件啊。如果你有用皮包什么，你想要有那个去固定的话，你就考虑一下。可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磁力很强，所以其实也 OK。然后它的四角是做有微微隆起，然后四角的地方有做这种像什么 Air Pocket 那种。什么空气袋的这种方式去防摔吧。这一款其实手感意外的还不错。那下一款我们来开箱，这款是 Coach 的这个壳。那当初为什么会想买？因为我看到它这个镜头隆起的地方是做这种弧角上去的，不是一个很粗的这种镜头框，所以就让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开来，你看它里面这边有这个。Coach 的商标在里面 ，Made in China， 它的四边嘛，它其实这边都没有包覆，上面也没有包覆，下面也没有包覆。OK， 所以防护性来讲，它一定是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个装上去的感觉也是非常，感觉很容易就露出来的感觉，是不会啊。可是如果你摔到的话，手机一定是掉出来，因为你看它这个。其实非常容易，一般就下来。可是这个就看个人了，或许用这个牌子的，其实感觉不错。做这种全开口的，应该就只有这种品牌感这样做，然后其实还会卖的还不错吧。而其实我必须说，它整个上手的手感蛮好的，而且它镜头隆起的地方其实保护到的蛮多，曲线方式起来的设计，让你感觉它的镜头框其实没有很突出，这是蛮有趣的设计。然后我们现在很好奇的，我们当初会买就是说，这边这个 C 是凸出来的，然后镜头框也是凸起的，那我们这样放下去的时候，跷跷板效应会不会就没有什么？还是有一点。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不难看，我必须讲，它还 OK。你排除如果你很在意保护性或什么的话，它的手感其实也还不错。那值不值2200？其实名牌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嘛，其实也不难看啦。说真的，还不错。OK， 那下一款我们来开箱这个贝佳能，就是我们先前有开箱过它这个新的这个 MagSafe 的行动电源。那现在他们先前那一款有立架那一款，有观众说他们还是比较喜欢有立架的就是上面有一个折开来的立架那样的设计。那他们现在搭配那些好像有一些优惠在上面，我在他们的电商网站上面有看到。那有一些他们的线啊，或是他们的送这些包包的这些套组，那还有它这个 MagSafe 的充电盘，然后搭配他们的壳，有一些特惠在这边。可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它的壳。我以前用过 iPhone 13，他们贝佳能的透明 MagSafe 壳，我自己觉得其实质感是不错，可是这一次设计好像不太一样。它的透明壳的手感很滑，有点像苹果原厂的那种滑感，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防刮涂层。那至少手感，这个透明壳手感很好。它是硬的吗？好，那这看个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偏硬。那它是硬的这个周边，然后在底部这边是软的材质，然后侧边这边按钮的地方是软的材质，所以算是复合性吗？可是它硬的地方，它的手感是很滑很顺。这个手感不错看一下它的磁性怎么样。就是适中磁性不是超强，可是就是适中。然后它这个在镜头的地方有做这样不同的设计，慢慢斜角导出去。我等一下去问一下他们到底这个是有什么涂层。好，那下一个我们也来讲，我们有很多 OtterBox， 我们还是要讲到我应该不会漏掉什么吧？好担心。好 ，OtterBox 他们现在有这个 Commuter 系列，这个看起来也是比较大，保护性非常，抓力非常好。这款应该我记得是没有 MagSafe， 然后它是用这种双层的方式。所以这个应该不会很难装，这个就蛮传统 OtterBox 的这种感觉。这种硬塑胶壳配一点点这种细胶，就是你在手感上面同时可以摸到2个按钮，偏 Q 弹，就是还好，就是很 OtterBox。那如果你懂这个牌子的话，你就会应该对这个设计是蛮有记忆的。镜头保护什么都还是非常好。那我们看可不可以直接拆？可以，它就可以直接拆下来。OK， 好，那下一个 OtterBox 还有这个 Pop， 那这个是他们跟 Pop Socket 合作的。那这个其实我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我有买一些他们的系列啦。可我后来就没有开箱，就忘了开，然后就忘了放到哪。这个就是如果你记得嘛，就是这个什么
泡泡手环。那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它有它的实用性在，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品牌他们有做一些周边的东西，像他们有车架的话，就是有一个环可以扣在上面，所以你还可以当车架，所以这个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当支架使用。它是 Symmetry 的这个设计概念，它是 Symmetry Series， 然后配上 Pop 这样子。所以这样手机在拿的时候啊，平常玩游戏或摆在那边，它可以大概当成支架，而且它角度并不是很好，因为现在手机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所以其实当支架它的角度很有限。而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很美国啊，因为整个手感就比较大。我们这边有不同，它有一个这种有花色的颜色，然后有黑色。那这个牌子它还是有很多，你不买这种跟它连在一起的手机壳，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可以让你买。就像他们其实你看这一些，他们有 MagSafe 的这种 Pop Socket， 所以你今天手机有 MagSafe 或者是你有 MagSafe 的壳的话，你可以直接吸在上面，它也就是像是这样一个指环这样子。那还有像这种 MagSafe 的钱包式，它是一个这边可以放一些卡，信用卡什么，然后 Pop Socket， 然后你可以把它用这边把卡推出来，然后它还是用 MagSafe 的磁吸的方式吸在你的手机背后。那这一类的产品他们也是有，所以它就是还蛮多种类可以让你去选择。OK， 那最后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开到？其中一个是叫做 Unique。那这个应该大家在外面都看到蛮多，对我也是蛮常看到的。我想说，来开开看他们的东西，看看跟原厂摸起来的感觉。哦 ，OK， 其实蛮好。这个灰啊，这不是黑，它是有点深灰色的感觉，然后里面也是这种绒布，这个蛮好看的。然后它跟目前摸起来是比原厂的还要再滑一点，可是矽胶壳有的时候原厂的它会蛮吸灰尘，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人要再用一下。放口袋，然后动一动，再拿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的，可是矽胶都是这样，有点沾这些毛屑。我们看一下它的磁力。实力就是我觉得跟原厂差不多，摸起来边框有一点软软的感觉，这感觉来好像可能比原厂稍微厚一点点，可能保护性会稍微好一点点，按钮手感也好。那这个我觉得记得就比较便宜嘛，对，它990，可是它整体手感我觉得是好的。哦，等一下，它里面有一个不同镜头框的颜色可以让你换。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是这个 Elago， 哇，这个影片拍了1个小时，我的天哪，这看起来好像没有 MagSafe， 有点可惜。然后里面也是做一些这种坐标的设计。为什么要坐标？哦，是它的发源地吗？还是注册地？我以为这个是韩国的牌子。套上去的感觉还不错，视角凸起来，视角都有凸起来，我们看有没有跷跷板效应，一点点，非常少。好，那今天开箱非常多东西，因为我们是在三创跟光华商场买，然后有些也是在网络上面的商城去购买的。那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台北去三创买，可是我觉得在三创那种你可以直接摸到产品的感觉算还不错。那可是如果以下这些产品，那我会把三创链接放在下面，然后或是我买的这些电商可能会有优惠，可能没有优惠，反正我就把他们一些组合，我链接都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再去参考。你们有什么想留言的，或是以下这些壳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些壳，都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或者你们有些比较长期使用的新的这些品牌，因为毕竟我也才刚开箱，然后你们想分享的话，在下面留言可以一起讨论哦。OK， 好，那今天这个超长开箱影片，应该超过10几万块的这个开箱影片就先到这边，那我是苹果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